原来张小龙真的没说错，不要把他直接跟杨紫比，有几个能跟杨紫那么直接就比的呢？不需要太多台词和动作，只看着他的眼神，你就能感受到他有多绝望。杨紫真的把心伤绝望的感觉演绎到了极致，不得不说杨紫的共情能力真的绝了，分分钟带观众入戏，绝对不是说说而已。毕竟同样的台词剧情，翻拍的效果让人如鲠在喉，但杨紫却把悲痛气愤的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，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经典永远都是经典，翻拍始终都差点味道，在拍摄相比沉沉静如霜时，导演一拿到剧本，心里就有了紧密的最佳人选，那就是有点喜剧天赋在身上的杨紫。我以前从诛仙的时候拍她，我发现其实她很适合演喜剧的。杨紫拿到剧本后遇到了一个难题，那就是如何把前期吃了绝情丹的锦觅演绎成天真懵懂不谙世事，而不是傻白甜。为了把那个度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杨紫也是费尽了心思，生怕大家看着看着就吐槽怎么又是傻白甜。好在前期杨紫没心没肺式的演技，成功把锦觅的人设立住了。原来导演真没凡尔赛，他根本不需要演，站在那里就是角色本人。罗云熙真的不需要演，他站出来了就已经有那种感觉了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是无双，罗云熙绝对是有古装牛逼症在身上的，也只有这种仪态和颜值才经得起10倍速慢放，才能在导演刁钻的镜头里把每一帧都演成名场面。当初在香蜜在影视化时，润玉这个角色让导演十分头疼。他虽是这部剧的男二号，但他温润如玉的形象气质就是选角的一大难点。试镜的男演员虽说也不少，却没一个能戳中导演的审美。就在导演一筹莫展之际，原著作者电线向导演力荐罗云熙。原来剧方邀请电线参与编写剧本后，作为原著作者，自然也对润玉这个角色十分执着，所以私下里也开始物色合适的男演员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在网上看到了罗云熙的视频，当即觉得这就是自己心中的润玉。罗云熙接到剧方的邀请后，也非常喜欢香蜜的剧本和润玉的人设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，润玉就此选定。而罗云熙不愧是能被原著作者选中的人，无论是前期的温文尔雅，还是后期黑化后的冷傲疯狂，在有限的剧情里，他真的把润玉赋予了灵魂。尤其是润玉救母那一场戏，无论是仰拍还是对脸拍，没有一片衣角一根头发是拖后腿的，这样的名场面怕是再也复制不出来了。导演只是让他来演个恶毒女配，结果他硬是凭借一舞分神。你让这样的颜值天天演舔狗，如果不是编剧给他安了个恋爱脑，穗禾怕是早就跟着润玉搞事业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在拍摄香蜜时，导演遇到了一个难题，那就是剧中穗禾公主一角，导演看中的女演员居然一个也不愿意演。这穗禾公主拿着女三的剧本，去干着恶毒女二的事儿，为了得到男主和巩固地位，手段狠辣，杀了女主父亲，嫁祸他人，纯纯一个为男女主服务的反派工具人。这样一个人设不讨好的角色，谁来演都是挨骂的范儿。眼看着没一个人愿意演，剧组开机时间也近在眼前，导演一看这哪行啊，考虑到剧中穗禾还有一场美轮美奂的献舞，导演决定启用有舞蹈基础的新人演员，最终选中了新人演员王一菲。这虽然是王一菲第一次拍古装，也是第一次挑战反派角色，但她真的完全把穗禾爱而不得的痛苦，丧失自我的执迷不悟演绎的淋漓尽致，最大程度发挥出了这个角色的功能性，难怪连导演都对她的进步赞叹有加。大家觉得王一菲的演技如何呢？